相信生命有一种力量，不放弃的心，勇敢飞翔，迎着风就飞得更远，顶着烈日更显坚强。我看见未来的光芒，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这一课大家回去要背哦。什么哈？要你们背，一定是有理由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篇《念奴娇》不管它的意境、修辞都是很美的。你们把它背起来，以后如果想起来，慢慢品味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再来，最实际的一点，这一课期中考绝对会是重点。老师，才开学你就讲期中考，那什么时候期中考啊？那不是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吗？行事历上有写啊，11月初啊。老师，拜托，还那么久哎。早点准备比较好啊。你们先复习一下课本吧。都要走了，我还担心什么期中考？老师，进来。方霞，有什么事吗？老师，这个礼拜的打扫我可以请一次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婶婶说我堂弟的制服太小啊，她要去台东剪布回来做，我要帮忙看小孩。可以啊，那这礼拜就放你一次假。谢谢老师。等一下，有没有钱吃饭呢？有啦，上次你给我的还够啊。那我去上课了。我离开了，他怎么办？是不是又要没中饭吃了？好久不见嘞！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你怎么一个暑假下来就瘦了一大圈啦？还好啦，3公斤。啊，哎，听说你去做试管啊？失败了啦。哎呦，好可惜哎。其实啊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跟你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啊。啊？你也是啊？都结婚3年了，一直都没有消息啊。
我们啊也曾经考虑做人工受孕，可是啊我一直都没有勇气。现在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我也跃跃欲试啦。我有一切相关的资料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忙。资料我有，我只是需要人家陪伴啦。在我胆小的时候啊，能够拉我一把，你能帮忙我吗？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去看艺能科的他们那个表演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呢？什么样的表演？舞蹈表演啊！我们艺能科要参加今年的原住民舞蹈比赛，花了一整个暑假都在排练呢。要不要一起过去看看啦？然后呢，顺便给我们一点意见，当我们的评审啦。好啊。那走吧。走。没办法，小地方本来就留不住人。才刚刚开学你就办起同乐会了。新学期我们班上又少一个同学，我们大概成为全校最小的班级了。为了怕老师觉得冷清，所以我们故意把气氛搞嗨啊！对啊。你跟院长说了吗？明天开会我再跟他说，别急嘛。我不急啊。你不急？我是说，你们那边接替人反正不容易找嘛，所以我想打算等你安排好了，我再递辞呈。好了，放心了，明天开会，我一定跟院长提。开会时间。副院长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副院长，副院长，张院长来的电话说他在狱里有个紧急的刀要开，可能赶不回来，所以不能来参加会议。哦，好，知道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第2页第3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。
嘿，你去哪里啊？我想那个脚踏车反正也快卖掉了嘛，能骑几次就多骑几次喽。我陪你去哦。喂，你骑这么快干什么了？喂，你逃命啊！哇，你是怎么了？气死人了！马上要回去了，你又难得出来，想把这关山好好的给绕一绕。你可以再来啊。依你那么忙的程度，太难了啦，还是先把握现在。啊，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。口渴了吧？院长怎么说？什么？你跟院长讲了以后，他怎么说？哦，他临时开刀，所以没来啊。所以你没说？没说。没关系了，他下礼拜还会再来啊，我再跟他提喽。你笑什么？没有啊。我没提，你看起来蛮开心的。我哪有？你看错了。不会啊，哎，我们做骨科的眼力都很好哎，绝对不会看错。没有就没有。你又怎么了？我想哦，你想什么？我想你还是先不要跟院长提好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学校很难考，如果考不上的话，我回到花莲有什么事可以做？其实你也不用上班了，我还养得起你啊。你知道我喜欢教书啊。知道啊。那所以呢？那所以就等我上网找学校嘛，等到考上的时候再提嘛。上网考学校，那可能是下学期的事情了。哎，黄老师，你是不是不想走啊？好啊，这次我配合你。上次打赌我输，这次打赌你输，我们就合请老大替他送行吧。好啊，应该的啊。哎，我们去那个台东最高级的餐厅吃，老大教我们不少本事，我们应该啊请他吃一顿好的。好啊。哎，这台是 ORIF 开放性复位内固定哈，1-2个小时很快。哎，10几个钟头也没问题啦。我们的耐力早被老大训练出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最好是哈。老大，干嘛？我跟陈菜我们想要请你吃饭。是。干嘛请我吃饭？我们要感谢老大这一路来的训练跟栽培，让我们信心百倍。以后不管在开刀房的任何工作，我们都有把握可以胜任。对啊。你们还差得远嘞。好，你们哈，你们知道什么是腰椎前融合手术吗？不知道。
不知道哈。那你有没有见过髋关节重置换手术啊？髋关节手术常做啊。听清楚，是髋关节重置换手术，这是大手术，一不小心会伤到神经血管。哦，这个好像没有见过。所以呢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我要训练你们啊！老大，你不走啦？上面没有说我一定要走，所以我选择继续折磨你们啊！哦耶！老大超人！阿聪，你太夸张了！你在高兴什么？高兴老大不走嘞，还是高兴你2次打赌都赢了？拜托，当然是高兴老大不走啊！不过我也很高兴，你这趴请的可大了，非常非常大。等一下，你们在打赌什么？打赌什么不重要啊，老大，重要是你裤腰准备穿大1号。我们要杀到台东最高级才能去海平台队。对，只要老大愿意留下来，签到破产我都甘愿。哇，很有诚意，很有诚意。就凭这句话，我决定不让你一个人破产。真的？跟我一起，好哥们。好，你不要激动。不过我只处理了整只。哦，不够意思。好，看到时间到了啊，病人快到了，别太这些。move， move， 所以被跌，还是蛮爽的。跟你讲个好消息，副院长不走嘞！真的吗？很棒吧？小雨，副院长决定留下来了哦。真的啊？真的啊。好的。跟你讲哦，副院长要留下来了。真的？真的啊，很棒吧？太好了。告诉你一个消息。我早知道了。真的？你知道了？我天天见到他，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他怎么突然说要走啊？没有了，他要留下来。你说的是谁啊？还有谁？我们的副院长潘医师啊。那我早就知道了，副院长要留下来。啊？那你是说谁要走啊？怎么会是你要走啊？对啊，现在整个医院都因为老大不走就很高兴，那你就跑来浇大家冷水。其实我已经酝酿很久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我真的欠我先生小孩太多了啦，我欠他们的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能力这么强，又可以算是医院里最资深的，你要是一走的话，医院就像是失去台柱一样嘛。对啊，王美。哇，大家都在啊。华美，跟你谈谈好吗？坐啊。潘医师，你不用留我了啦，我是已经决定了才会递出辞呈的。我们医院最大的问题就是留不住人才，这是你知道的，所以你的离开会给医院造成一波新的人事变动。这个问题我想过，我本来很犹豫，可是潘医师你留下来，也等于是给大家吃了定心丸，我的影响不会太大，而且我还要谢谢你，你留下就是成全了我。华美，我们医院真的很需要你，我真的希望你能留下来。潘医师，听你这么说，我真的很高兴哎。我也很想留下来啊，我热爱我护士的工作。
只是我的家庭不允许我再这样自私下去。护士是救人啊，怎么是自私呢？任何一个护士都可以取代我，可是却没有人可以取代我做母亲跟做妻子的角色。我经常去照顾别人的孩子，却把自己的孩子丢给别人照顾。我看护别人的丈夫，却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。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一定要还原我的家庭。是啊，是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责任，我也有啊，所以我非常了解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除了家庭责任，你自己的理想呢？副院长，真的是很少人能够像你这样全天奉献给医院，甚至更少人跟你太太一样，都能够无怨无悔的配合你耶。所以拜托你啦，不要再用那样的标准要求我了。好美啊，要不然减少工作时数，或者调到另外一个部门，我们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你觉得呢？副院长，两全其美对我来说就是半吊子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彻底，现在只能选边站。以前是医院，现在是家庭。所以，不管我说什么，都没办法挽留你了。我没再打听考花莲学校的事喽。我想我还是有始有终，把这一班带到毕业为止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是暂时不回花莲，但是不代表暂时不生孩子，你知道的嘛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试管哦。怎么吃那么快？还有汤哎！不用了，我已经饱了。我的话题你不感兴趣啊？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走的问题，而是别人要不要走的问题。有人要离职啊？华妹啊！华妹，怎么会是她啊？你不知道，她可以做急诊啊，还可以做家护。甚至产房、居家照顾，他都可以。他走了，我等一下子少了4个人。他为什么要走啊？还要留多一点时间给他家人。哦。我真不知道怎么跟院长交代。人家信任我，把很多事情交给我处理。可是现在人越来越少，留不住人才。少喝点水，喝点汤吧。学姐，你真的非走不可吗？我先答应我先生跟小孩了。虽然我小孩还小，不过我一样要说话算话。副院长要我们帮忙留人，看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跟他交代了。学姐，那不是副院长的太太吗？这边交给你了。啊。黄老师，华美，黄老
老师也知道我名字啊？我当然知道啦，你在医院这么久，又做了那么多事。今天有一个 baby 好可爱哦。哦，我今天不是来看 baby 的，我是想找你聊聊。你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医院少了你怎么办？黄老师也知道我要离职。潘医师最近愁眉苦脸的，就是因为你要离职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要离职，让副院长为难，可是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黄老师配合副院长来到关山，我想，黄老师应该最了解我放弃工作的理由。在这里，我看过那么多的病人，不管是发生意外的，还是生病的。我发现这些病患需要的不是医生，也不是药物，是家人，所以我必须更积极地扮演这个角色。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。你看，这医院这么偏僻，这么远，当然喽，外地的人来这边工作，一定都做不久。你是本地人，工作又那么的热忱。潘医师一直以为他能够留住你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可能没有办法成为潘医师第一个留住的人。后面交班哦。哦。已经4点了，最后一次交班。又舍不得又有松口气的感觉。交给你喽。好，放下。加油。拜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啦！我还住在这附近啊，我一定会随时来看你们的。你要是不回来的话，我就天天到你家去吃饭，把你吃垮，让你不得不回来工作。城府好深哦。为了要见你啊，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。好啦，我也很难过，你不要只抱他，还有啊，别想。花妹，我看得出来你后悔离职，没关系，不要怕没面子，我进去跟老大说一声就好。好主意耶，可是行不通。啊，没有花妹我们怎么办啊？没有花妹念你们，也有副院长盯牢你们啊。花妹，老大，副院长。哇，你们2个动得这么快啊！好，我赶到了。哎，潘医师刚刚不是看门诊吗？看完了，我一定要出来送送你啊。花妹，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。也要谢谢潘医师啦，我真的跟你学了很多。好了，回去了，享受你的家庭生活。想回来，华山医院随时欢迎你哦。再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
不是我肯定你，他们，医院所有同仁都肯定你，那些病人也很肯定你啊。现在就是等着家人肯定我了。好，加油哈！那吴妮呢？吴妮呢？走了。加油！你看我选的这些花不错吧？摆在这个阳台，你看这样一摆就不一样了。欣赏一下嘛。最近陆续又收到几封辞职信，有要去的大医院，有的继续升学，有的跑到城市找更好的工作。难道我能成功微流的人，只有我？那小地方真的留不住人。先把家拿出来一下。潘医师，啊，潘医师怎么是你呀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记得你是我前天才送2个车祸伤患去医院呐。刘警员哈。是，我是刘警员呐。啊，你开车怎么开那么快啊？拍摄我赶去花莲上课。可是这段路弯弯曲曲的，开快很容易出事，还是减速慢行的好。我们这里少不了潘医师的。会了，我会小心了哈。那潘医师，那驾照还给你吧。潘医师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给我。可是潘医师为我们地方做那么多事，我还开罚单给你，我岂不是很没人情味吗？不会啦，你这张罚单提醒我的性命很重要，这才有人情味了哈。来。那潘医师，那潘谁呢？潘医师，前面下了点雨，路滑，你自己开车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谢谢哈。潘医师再见。再见。潘医师再见。王老师，进来。老师，旅游地点我都已经联络好了，可是班上有一个同学不能去。谁？林香啊。不是都讲好要去的吗？我们班上才几个人，少又差很多的耶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把日子选好的，不是吗？他是临时变卦才说不去的啦。大概他们家临时有事吧。才不是嘞。你知道原因？
猜也知道啊。她男朋友休假回来啊，才当兵没几个月啊。哦。怡香，怡香，谁没有青春？请说吧。其实啊，这事情应该由我先提。当初说好去关山2年，现在2年已经过了，你一直没提，我也不提，并且还心存侥幸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找不到接替你的人选。院长，让我先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尽快找一名医生过去换你回来。院长，我没有说我要回来哦。你是说你愿意继续留着？我是说我已经得到我太太同意，留在关山。替我谢谢他，替我谢谢他。没有啦，他是担心自己的能力，万一回到花莲考不到学校。你别替他谦虚了，只要你太太想回来啊，哪有没学校教的可能？他是选择啊，继续支持你，支持医院。来，敬潘太太。你在关山找到自己的位置了？我是觉得哈，还可以为关山医院做很多事情。好极了。不过院长，怎么？有些事情是出乎我的能力之外了。每次见到你就给你添麻烦哈。这次是最近医院有些员工申请离职，我是留不住啊。上次听你说，为了通过 ISO 9002认证，把大家累坏了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？没有，我哪敢冤待他们，一点点而已了。其实，没错啦，当初是有点辛苦，可是得到 ISO 认证之后，大家的工作量都变轻了，因为我们有了标准的流程嘛，而且减少沟通时间，大家对那段的时间很肯定啊，辛苦是值得的。可是这次离职，并不是因为辛苦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生涯规划。生涯规划？只有我了解他们心情啊。我们关山医院规模小，大家怕待久了会退步哈。可是医院的规模就是这样子，不想退步，来花莲啊。就像我了，院长，我来回开了4个小时，就是为了了解微创手术这个新技术。院长，我屁股好痛啊！确实是有些不方便。是啊。拿我来说哈，我当初考虑要不要留在关山，这是我唯一要考虑的问题。我都担心我自己会不会进步。一个医生执照，为期6年，要不断的上课进修，参加学会，修满60个学分。可是医院这么远，工作量又这么重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跑到花莲，或者跑到台北去进修啊。如果你能替自己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就解决了员工的问题，也可以改善人才流失的问题。没错，有时候，院长，我真的想把关山医院搬到更便利的地方。为什么不行呢？想到了哈。
大家都到了。老班长，院长早，坐，着急。来，请坐。时间短哈，我们讨论的事情蛮多的。第一件事啊，我跟大家研究一下远距视讯教学的可能性。啊？远距视讯教学？对啊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玩意了哈。大家看一看，慈济其他分院都已经有了远距视讯教学这个设备。我们地处偏远，我们更需要嘛哈。那用来做什么呢？上课啊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现在我们院内呢要架设这个网际网络系统，那我们将会把这个远距的视讯一个系统整个架设好之后呢，以后不管总院他这边要开任何的教学会议，或是要针对一些特殊的病例或病情做讨论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远距的视讯系统呢，跟我们的总院做一个互动。也就是说，以后我们根本都不用出门，只要待在房间，我们透过电视机和麦克风就可以跟总院来做一个讨论。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资讯不会比别人落后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这东西真炫哎！我们会变得很先进，一点都不像乡下医院。我们申请这个并不是为了炫，你仔细想想，每一次啊，我们都要派5位护士到我们的总院去做进修。这样子就会造成院内的人手严重的不足，而且你再想想每一次去花莲都要2个小时，来回就要4个小时，5位护士去，一天就少说20个小时的事情。那如果呢，我们现在只要透过远距教学来跟总院做一个互动，或是开会，这会议一结束之后呢，马上又能再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面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有效率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医院迫切解决的问题哈，因为现在医疗技术日新月异。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要不停的进修才跟得上嘛哈。院长那边也非常赞成我们申请这个设备，所以大家辛苦一下，把预算编列出来，把这个设备申请下来，这样子我们关山医院才留得住人才。好。最近啊，发现很多问题要跟院长讲。知道我们医院慈济接手之前就盖好。所以在施工方面是有很多瑕疵，才会淹水。会跟院长商量，是不是排水问题要彻底解决？就像那些水沟的斜线要重新拉，这样子排水才会畅顺。要不要吃锅烧面？好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对了，宿舍内的水管会爆裂，然后窗台会漏水，地面会渗水出来，这些问题都要一并解决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会有支出。可是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样子会让员工知道他们的牺牲奉献是值得的。我们医院有重视他们的生活，有关心他们哦。医疗部那边要增加的是心脏内科，然后还有胸腔内科。你知不知道这边的老人很多有气喘的毛病？要泡菜吗？再来就是肠胃内科了。这边有很多人在酗酒。酗酒有肠胃问题，就像是胃溃疡，所以肠胃内科是增加是必要的。你好像替医院开刀哎。当然喽，确定问题开刀解决，这就是我的专长。还有什么？可是你有这么多的事要做，会不会我们要待在这边3年还走不了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泡菜好吃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吃韩国菜哈。我们也要泡菜啊。就1瓶。那边的泡菜锅不错哦。以前我在花莲啊，有个好同事，他也一样有不孕的问题。那个时候我们互相打气，互相加油，还一起去做检查，连我们人工受孕的时间都差不多。后来他先脱离了苦海，生了一个好可爱、好可爱的女儿。真的哦，他运气真好。就是啊，身体、心理受到那么大的伤害，总算有个代价。本来啊，我也是不在乎的，可是嘞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就开始紧张起来了。再加上啊，看过一些资料之后啊，现在都会害怕了。我跟你讲哦。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，所以要趁早面对才好。
我现在留下来啦，所以以后啊，有关于人工受孕的问题，通通问我，我一定可以回答你。虽然我自己没有成功，不能算是过来人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我真的是不孕专家。不孕专家，还真讽刺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能够成功的啊！真庆幸耶！我经过那么多次的失败，还会有人替我打气耶。我才庆幸呢。我庆幸啊，你留下来，要不然在关山这个小地方啊，我会感到很无助的哦。我们作伴吧。